三伏天养生的核心秘密在于讲究温和与适度，真正顺应天时才能平稳度夏。一进入一年当中天气最炎热、湿气最重的三伏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外界温度实在太高了，身体感觉极度燥热难受，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清热，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去降火。在大家传统的日常生活观念里，天气极其闷热的时候，想让自己的身体迅速凉快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非常自然且正常的身体本能需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都会习惯性的选择去喝大量的冰镇绿豆汤，去吃刚从冰箱冷藏室甚至冷冻室里拿出来的冰镇西瓜，把家里的空调设定温度调得非常低，甚至口渴难耐的时候就直接对着冰镇矿泉水猛灌。大家都觉得这样大口吃冰，大口喝冷水，开着低温空调特别解暑，特别痛快，特别过瘾，能够瞬间把体内的热气彻底压制下去。承认大家选择这种降温解暑方式的初衷是非常好的，确实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给身体带来强烈的凉爽感，能够迅速缓解当下由于酷热带来的烦躁与不适，让人感觉精神一振。但这样做法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身体健康隐患，对很多中老年朋友以及本身体质就相对虚弱敌人来说，三伏天养生绝对不能只想着一味的降温，更不能毫无节制地贪图一时凉爽。从传统的健康养生理念和人体生理机制来看，炎热的夏天人体阳气往往浮在身体表面，身体为了散热而出汗明显增多，全身的毛孔都处于舒张张开的状态，而此时消化系统和脾胃的运化功能相对来说反而是比较脆弱和虚寒的。在这个极其关键的时期，如果冰镇饮品和冷冻食物吃得过多过猛，如果空调吹出的冷风温度太低且直接对着身体猛吹，如果刚出完大汗就立刻跑进卫生间冲冷水澡，身体内部原本平衡的温控机制就会被彻底打乱，进而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身体不适症状。特别是对于本来就脾胃虚弱，平时特别怕冷，稍微受一点凉就容易肚子痛拉肚子，手脚经常感到发凉的人群来说，这种猛烈降温的做法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会更加明显，容易损伤人体宝贵的阳气。今天大家必须重点掌握三伏天里真正需要注意的几件核心要事，这并不是说绿豆汤绝对不能喝，也不是说炎热的夏天绝对不能开空调，而是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好分寸，做到温和适度，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让身体舒服平稳地度过最难熬的酷暑天气。养生不是凭感觉走，也不是盲目跟风去吃各种凉性的东西，而是要懂得听懂身体发出的信号，懂得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自身的体质来灵活调整饮食起居。只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夏季健康防护观念，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增强体质，远离夏季常见各种疾病的侵扰，让生活更有质量。掌握正确的夏季防暑养生常识，不仅能够帮助自己少生病，还能把健康的生活理念传递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大家一起安心平稳地度过整个炎热的三伏天。第一件事，别把空调开得太低。很多人在三伏天从烈日炎炎的室外一回到家里或者办公室，第一件下意识做的事情就是立刻拿起遥控器把空调设定到20度甚至更低，觉得房间里温度越低越舒服，吹出来的风越凉快越过瘾。承认大家在满头大汗、浑身燥热的时候想要快速凉快下来是人之常情，这种寻求即时舒爽感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真实感受。但长时间把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其实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身体健康风险。因为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距如果过大，人体在极热和极冷的环境里频繁来回切换，身体的血管和神经就需要反复剧烈的收缩与舒张，中老年人的血管弹性有所下降，身体的自主调节能力也相对较弱，往往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剧烈的环境温差变化。很多人在猛吹完低温空调之后，第二天醒来就会立刻出现严重的鼻塞、流清涕、头痛难受、剧烈的肩颈部肌肉酸痛，有些人感到周身关节僵硬麻木不适，还有些人会觉得肚子阵阵发凉，随后出现严重的胃胀、腹痛、腹泻、食欲下降等消化道反应。应该这样做，三伏天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空调来进行合理的防暑降温，但是空调的设定温度绝对不能调得太低。一般建议将室内的空调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温度不要太低，保持在不出冷汗的程度，以身体感觉舒适、皮肤微微凉爽为最佳标准。
在开空调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冷风直接对着自己的头部、脖子、膝盖和肚子这些敏感部位猛吹。晚上睡觉的时候更要注意调节空调的风向档位，绝对不能让空调风口正对着床铺直吹。同时在腹部和双侧膝盖上可以适当盖上一层薄薄的毛巾被或者薄被子来进行针对性防护。与此相反的是，也有部分中老年朋友为了节省一点电费，在炎热的白天硬生生扛着近40度的高温不肯打开空调，这种极端做法同样是非常不可取的。在气温特别高、空气湿度特别大的闷热日子里，长时间闷在不通风的房间里极易引发中暑、脱水甚至更严重的急症事故。正确的处理方案不是完全不开空调，而是要科学合理的开空调，将温度控制在适中的范围，定时开窗通风换气，并及时补充水分。这比强行硬扛或者对着空调猛吹都要稳妥得多。同时大家要根据自己情况来进行灵活调整。体质偏寒，平时特别怕风怕冷的人，空调温度可以再稍微调高1度到27度左右，或者搭配电风扇对着墙壁吹来，促进室内空气自然循环。体质偏热，特别容易出汗发热的人，也可以适当降低一点温度，但原则依然是绝对不吹直吹风，身体不发抖，皮肤不出冷汗。只要把握好适度的原则，空调就能真正成为我们健康度夏的好帮手，而不是伤害身体的隐形杀手。平时在使用空调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每隔2-3个小时就打开窗户通风，让室内保持新鲜空气流通，防止室内空气过于干燥或者污浊导致呼吸道不适。对于原本就有颈椎病、肩周炎或者关节炎的朋友来说，在空调房里可以穿一件薄薄的长袖外套或者披上一条披肩，保护好关键的关节部位不受风寒侵袭。在从高温室外进入空调房之前，最好先在走廊或者门厅等过渡区域稍微站1-2分钟，给身体血管一个逐步适应温差的缓冲时间，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突发头晕或者肌肉痉挛的风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人，还可以放置一盆清水或者使用加湿器来维持适宜的空气湿度，保护呼吸道黏膜免受干冷空气刺激。第二件事，别把冰饮冷食当解暑主力。在炎热的3伏天里，咕咚咕咚喝下一大口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矿泉水，或者大口吃上一块冰镇透了的西瓜，在当时那一瞬间确实会觉得浑身透心凉，非常解闷，非常过瘾。承认大家在酷热难耐的时候想要通过吃冰喝冷来快速驱散体内的积热，这种做法确实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极强的心理和身体满足感。但频繁且大量的摄入冰镇饮料和冷食其实给胃肠道带来了巨大的额外负担。中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本就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弱，胃肠黏膜的应激能力大不如前，根本无法像年轻小伙子那样快速适应剧烈的冷热刺激。如果经常喝冰镇饮料，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冷冻食物，胃肠道黏膜受冷强烈收缩，极易引发胃胀、腹痛、腹泻、食欲下降等一系列明显的消化系统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会诱发急性胃肠炎。传统健康理念强调脾胃喜温怕寒，这里并不是要求大家在整个3伏天里一点凉的东西都绝对不能碰，而是强调千万不能过量食用，尤其要切记绝对不能在空腹的状态下大吃冰镇食物，绝对不能刚从室外暴晒完回到室内就立刻猛灌冰水，也绝对不能在晚上临睡前大量吃冷饮或者冰镇水果，像绿豆汤、西瓜、凉茶这些传统的解暑物品，在食用时也必须充分结合个人的具体体质来决定。体质偏热、出汗多、口渴明显的人，适量喝一点温热或者常温的绿豆汤，吃一小块常温西瓜，可以作为日常清热解暑的良好饮食参考。体质偏寒，平时就怕冷、畏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如果大量饮用绿豆汤或者食用冰西瓜，身体必然会感到极度不适，甚至加重原本的虚寒症状。更稳妥且健康的解暑方式是选择饮用温开水或者常温的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缓慢饮用。在日常3餐的饮食结构上应当保持清淡适口，比如冬瓜、丝瓜、黄瓜、番茄、各种新鲜的绿叶蔬菜等，都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搭配。既不要天天吃大鱼大肉等高油高脂的重口味食物，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吃主食，保持营养均衡才是身体平稳度夏的坚实保障。平时在进食水果和饮品时，最好提前半小时从冰箱里拿出来放置到常温状态再食用，
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冷食对胃肠道的骤然刺激，保护脆弱的脾胃功能。同时要注意饮食卫生，3伏天食物极易变质，剩菜剩饭要尽量少吃。切开的西瓜如果放置过久也不宜再食用，防止细菌滋生引发肠道感染。很多中老年人在夏天喜欢喝点花草茶，像菊花茶、金银花茶等，这些茶饮性质偏凉，体质虚寒的人同样不宜过量连续饮用，可以搭配一点红枣或者生姜来中和寒性。日常饮食中还可以适量吃一点紫苏、生姜、洋葱等温性调味食材，能够起到很好的温中散寒、醒脾开胃的积极作用。夏天的消暑饮品除了温水之外，也可以熬制一点陈皮山楂水或者酸梅汤，既能生津止渴，又能健脾开胃，非常适合3伏天日常调理食用。第3件事，出汗后不要马上冲冷水澡。在炎热的夏日里大汗淋漓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的习惯反应就是立刻跑进卫生间冲一个冰冰凉凉的冷水澡，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瞬间把体内的热气彻底冲刷干净。承认在浑身大汗、黏腻不适的时候，用冷水冲洗皮肤确实能带来一种极其畅快的凉爽体验，但这种看似痛快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身体风险。当人体大量出汗时，全身的毛孔处于高度张开的状态，血液循环非常迅速，整个身体其实正处于高热散热的状态。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用冷水强烈刺激皮肤，全身的毛孔和皮下微血管会瞬间强烈收缩，体内的热量无法正常散发出去，很多人立刻就会感到剧烈头痛、胸口发闷、关节酸痛，甚至肚子剧烈疼痛。应该这样做：在剧烈运动完，刚从炎热的室外归来，或者刚大量出完汗的时候，绝对不要立刻跑去冲冷水澡。正确的处理流程应当是先安静地坐一会儿，擦干汗，喝几口温水，等心跳平稳，汗少一点，再用温水洗澡。中老年人洗澡时间也不要太长，水温不要太高或太低，浴室要防滑，防止意外跌倒事故的发生。特别是对于本身血压不稳定、心脑血管健康状况不太理想的朋友来说，洗澡时更要时刻注意自身安全。切记绝对不要在空腹饥饿的状态下洗澡，也不要刚吃完饱饭就立刻去洗澡。体质较弱的人群在洗澡后要及时将身体和头发彻底擦干，避免在湿发状态下直接吹风受凉。如果条件允许，洗澡后可以在温暖不吹风的环境里稍作休息，让全身的微循环自然恢复平衡。平时洗澡时还要注意室内通风顺畅，避免在密闭闷热的环境中停留时间太久，以免发生头晕或者虚脱的情况。在洗澡水的温度选择上，38度到40度左右的温水最为适宜，既能够有效清洁皮肤表面的汗液和污垢，又不会对全身血管造成过度剧烈的冷热刺激。洗完澡之后也要避免立刻冲向空调风口吹风，擦干身体后穿上轻便透气的长袖裤衣物，给身体皮肤一个自然适应室温的缓冲过程。洗澡擦干后可以适量涂抹一些舒缓保湿的身体乳，维护夏日皮脂膜健康，防止洗澡过频繁导致皮肤干痒不适。第4件事，别忽视日常补水、作息、饮食与运动的养生细节。除了前面重点提到的3件事之外，3伏天的健康管理还涵盖了多个非常关键且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乎着身体的整体状态。首先，在日常喝水补充水分方面，别等口渴了才喝水，因为中老年人的口渴神经中枢感觉往往不太敏感，出汗多却喝水少，很容易导致体内缺水。当身体自己产生明显口渴感觉的时候，体内的细胞其实已经处于比较严重的缺水状态了，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不适表现。正确的喝水方式应当是坚持少量多次，每次轻轻饮用几口温开水或者常温水，不要一次猛灌大量水分。心肾功能不好，医生要求限制饮水的人，要按医生建议来安排具体的每日喝水量。其次，在午休作息安排方面，午睡不要太久。夏季天亮的早黑的晚，人体消耗较大，中午进行适度的午睡对于恢复下午的精神和体力非常有帮助。但是午睡不要太久，睡觉时间如果太长，一觉睡上2-3个小时，醒来之后反而极易感到头昏脑胀，浑身酸软无力，精神不振。一般建议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可以，具体看个人情况灵活调整。再者，在日常3餐的饮食选择上，饮食不要太油腻，
天气炎热的时候，人体的消化液分泌自然减少，脾胃运化功能本就容易出现没胃口、食欲不佳的现象。如果还吃很多油炸、烧烤、肥肉等高脂肪食物，身体和肠胃的消化负担就会被成倍放大，更不舒服。烹饪方式应当优先考虑以蒸、煮、炖以及凉拌熟食为主，少油少盐，保持食材原有的清淡与营养。最后，在运动锻炼的方式选择上，运动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三伏天里外界气温偏高，人体本来就容易出汗过多，如果还在高温时段剧烈运动，极易伤筋耗气，引发身体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风险。中老年人可以选择早晚较凉快的时候散步、打太极、做八段锦，微微出汗就可以，切不可过度透支体力。根据自己情况合理安排锻炼时间和强度。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适度延长散步时间，体质偏弱的人只要稍微活动活动身体即可。在日常服装穿搭上，建议选择透气、吸汗、宽松的纯棉或者麻质衣物，颜色尽量以浅色系为主，这样有利于体表热量的自然散发，防止湿热闷在体内。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比如佩戴遮阳帽、撑遮阳伞或者穿防晒衣，避免阳光直射头部和皮肤，防止出现日晒伤或者急性太阳暴晒后中暑。晚上睡觉时要注意保持卧室环境安静舒爽，睡前可以使用温水泡脚10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有助于提升整个三伏天的睡眠质量。在生活习惯方面，中老年朋友在暑热天气里还要注意室内卫生的清洁与干燥，防止湿气积聚诱发皮肤过敏或者呼吸道隐患。在日常选购夏季食材时，尽量挑选新鲜上市的当季瓜果蔬菜，少吃搁置过久的半成品或者加工食品，从源头把控饮食安全与健康。只要大家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能够做到讲究分寸、温和调理，不走极端，身体自然就能安然平稳地度过这最炎热的三伏天。平时老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防暑经验虽然丰富，但在现代生活条件下，也要结合科学知识做出适当的微调和完善。在三伏天气里保持情绪稳定和平和同样不可忽视。中医常说心静自然凉，过度的情绪波动和躁进焦虑会加速体内的水分和能量消耗，更容易让人感到体虚乏力。每天保持规律舒畅的心情，饮食起居循序渐进，顺应天地四季的变化，才是达至健康长寿最扎实最靠谱的基石。三伏天养生的关键不是越凉越好，也不是越补越好，而是让身体在热天里保持平稳，该避暑就避暑，该出汗就适度出汗，该清淡就清淡，但不要走极端。很多人夏天常犯的错误就是一边猛吹空调，一边喝冰饮，一边又吃很油腻，这样脾胃最容易受影响。真正适合中老年人的夏季养生是温和、适度、有规律。最后总结一下，三伏天养生别只会喝绿豆汤，更要注意4件事：空调别太低，冰饮冷食别过量，出汗后别马上冲冷水澡，日常细节要抓牢，做到这几点，身体会舒服很多。如果夏天出现明显胸闷、头晕、恶心、乏力，大量出汗后不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时就医，不能只当作普通暑热，必须立刻前往医院寻求专业医疗诊断。祝您健康长寿。本内容仅做日常健康科普参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诊断与治疗。如果你本身有基础疾病，请结合医生建议安排饮食、运动和用药。